嗨，我是专注健康发声的诺诺老师，欢迎来到桑麦的频道，和诺诺一起学发声。那今天我们做的是关于音乐原计划里面陈立农的专场。那视频不长，我们主要是看一看喜欢陈立农的朋友，或者喜欢听他声音的朋友，在我们这里可以学到什么，或者说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欣赏这位歌手。好，那我们一起来听第一首歌，就是《没有了》。隔夜咖啡和梦醒碰杯，喝了几杯就告尽原委。好，听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陈立农的低音，就是中低音的感觉里面，非常的稳定，而且它这个部分的音色和共鸣非常的有吸引力。那前提是我在这之前并没有听过陈立农其他的歌曲。那在这里，我先卖个小关子在这里啊，我呢比较喜欢陈立农这个中低音的部分。眼睛你黑，好像被世界针对击溃，眼水向下坠。我爱的人啊，没有了。我记得这个版本，之前我谈论过的是一个对唱。那在这里，陈立农以他比较温暖的男声唱出了另一个味道。那我们要来看的是他该如何在这首歌曲里面做一个变化。几句话断了，我牵挂。我问他以后还会讲吗？他低头没有回答。我爱的人啊，没有了，几句话断了，我牵挂。好，听到这里，我非常的惊讶，陈立农有非常亮而且有力量的高音。这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可能他最擅长的音域应该是比较高的部分，因为在这里面他的音色、他的咬字的清晰度跟力量已经完全跟之前不一样。那唯一我觉得有一点点让我有这样的思考的原因，是因为他从低音转到低音的这个过程里面是非常的我们叫断层。这个怎么形容呢？就是之前。我如果这样表达，你们可能会更清楚一点，因为它在高音的部分有力量，咬字清晰，而且那个声音是非常的亮。那在低音里面，我就没有听到力量和清晰的，就是我们叫清晰的咬字。那就我只是推断呢，那就是说明他在低音的部分不是他最擅长的音区，以得他在从低音转到高音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个断层的处理，好像前面那个部分是他忍着唱啊，那么突然就会发现他那个温暖的声音是不是可以再加一点力量？那么如何来听听他后面是怎么样的呢？好的，我们来听他后面的部分啊。我还讲吗？他低头没有回答，忘不了我会变复杂，真狡猾，他还是他。你们看到他回到低音的部分的时候，处理的方式应该是一致的。听懂了赌气给我的伏笔，看可都应该在屋里，分散进海到底不及，不甘心。其实像这样的歌手也是蛮难得的，因为他高音跟低音都能唱，只是在低音的部分，像这一段有一点像说唱的部分，他很难再给出更低的音，或者说更有力量的音。那在这里你会觉得这个气氛一直不能够推起来，或者不能够夯实，以至于他去到后面那段部分。再翻高，后面这一段你就会感觉他其实那个表达歌曲的那个能力就一致了。徘徊在谷底，直到魂不再附体，这个质地有两个八级，眼睛开摆在哪里？渐行渐远的身影却如此坚定。好，你看他进到这一段的部分的时候，其实如果在低音，其实我倒是觉得他的咬字的能力是蛮强的。在他不擅长的音域里面，或者说不能再走低的音域里面，因为缺乏那个低音部分的那个强有力的夯实共鸣，使得他在这一段并不能够将整首歌曲的气氛推到非常高的地方。好，我们再听一下啊。给从前不乐意将爱，不爱人哪有曾让你早已心不愿意相聚，眨眼就习为常路，不能把回忆送旁观，我别提别来无将息，我只会把我灼伤。
其实他一到高音，他的能力就都出来了。还有你坚持。看到了吗？所以在这首歌曲里面，我觉得整体陈立农表达的时候是有他的想法跟他的能力的，特别是在中高音的部分都能够展现他音质、咬字啊气息的稳定。但是这首歌曲可惜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在那个低音的部分并不能够在夯实，并且一步一步的在我们叫做 bridge 的部分，他没有办法用它很厚实的低音把它给夯上去，那么使得这首歌曲的整体气氛你就会觉得它不能够再往上推，再往上推。那我不知道这首歌曲如果再升一个 key， 会在高音上对它有挑战吗？这个就是看编曲的问题。有些时候它那个音域就是比较尴尬，或者说如果在低音的部分，它再去练那个像孙楠一样那种咬字的力度，就把它咬断。可能在低音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气氛吧。好的，我们来听陈立农的第二首歌曲《爱好》，对吧？这首歌曲是薛之谦的，我们来听一下。你都看到这儿了，就应该为我点个赞了吧？也聆听过一人一只耳的歌词，我缺失了可以去问你的地址。你们看啊，这里就体现出它的亮音的音质了，所以它就比较适合再唱高一点的歌。只要一字一句解释，后来也聊过重逢的日子。背景音乐怎么还是那曲子？我贪恋往事，沉溺你所有心事，你才。我觉得他这一句唱得非常非常好。我认为陈立农在唱这一句话的时候，就把薛之谦写这首歌曲时候那个第一人称的感觉描述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他可以在这个高音的部分唱得非常的细腻啊，轻滑就非常 smooth， 就非常柔滑的转去啊细的弱的声音，然后又清晰度非常高，还加一些颤音，这就体现出他本身唱功的能力，还有就是他擅长的音区应该是偏高一些的。我们再听下去哦。我怎么度过这些没你的日子？美丽的日子。那我就是觉得陈立农在正确发声的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他在咬字的时候，他的口型啊喜欢偏扁，他会往下这样咬，应该是练咬字的时候他习惯用这样的口型，那我倒是觉得可能会影响他其他的音色，我们都听一点啊。可否别给我熟悉微笑？回忆来袭，对谁都不好。我的世界已无处可逃。好，我找到了。好，你看它就会有一个音色的变化，是因为它口型造成的。我的世界就无处可逃的逃字的时候，它因为这个口型限定在这个位置，所以它在唱这个假音的时候，它会往后退。这样会我自己倒觉得这样会影响它的音色的统一啊和力量。不完全放开我。放开，然后就会习惯放开我，它会往后退，不完全放开，放开，我们就往上往前推啊的，他会习惯，因为他这个音色的一个出来的位置不一样，是完全他的口型造成的。是你最可恶的爱好。我自己对他的唱功
是绝对认可的啊。他应该是一个很小就出道的歌手吧？我对他一直没有太多的跟踪。其实我还特别为了他这个音色的问题去听了他个人专辑那个有一个叫主打是青春时代吗？那个一个歌曲。在这里面，他普遍的音色或者说他的音调都定的比在这个节目里唱的歌要高，所以这就是这个节目有意思的地方。因为 demo 它出现的时候，它的整个音域的跨度和写作的创作有关。那对于陈立农来讲，他并不能够很好的规避掉他的弱点。那另外一方面，他也是个勇于尝试的歌手。你看他在前面的时候没有了，低音的部分。他已经尽可能的处理了，所以在那首没有的歌曲里面，他的处理就是他将他的重点全部都放在中高音的部分。那我自己还是觉得那首歌有一点点可惜，不知道换 key 或者说改变它的低音上面的咬字，会不会更好啊？当然我们可以多听一首歌，好吗？我们来听最近他唱的那首歌叫做《足够》，对吧？我很喜欢这首歌，我们来听一下。叮咚，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为我点一个赞吧。落日在喧哗，染红了妆纱。不过其实你们听啊，在这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有进步啊？你看在这首歌曲里面，明显就会觉得它这个低音的温暖度非常的让人很舒适啊。因为我经常说，中低音的声音让别人很有说服感，让别人有信任感，而且它在这个部分，它的咬字的力量啊，居然能够提升。我倒是觉得他应该是在琢磨的。打几次卡，你看打几次卡，他那个打字就把那个字吐的很有力气。挤地铁漂流回家。那为什么会听出来这个音高没有那么适合他呢？因为在低音的部分的尾巴，它基本都是声音是不闭合的。驻足的大厦，那个大厦唱得非常好。攒几年筹码，才能留下，不去想下次搬家。幸福啊，没有规章，走得未必不漫长，只是多想。你会觉得陈立农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突然他那个幼稚的感觉就没有了，特别是在唱那个多想那2个字的时候，让你感觉他突然长大了，而且非常有想法，一个沉稳的一个男性从他声音里面展露出来。我们来听一下副歌部分啊。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这间房走过多少人，梦过了多少理想故事，有没有到达？后来他都找到了吗？曾经渴望的家，那个人一定不像我，自卑到责怪他，怪我吧。明明他的梦一点不大。好，那我们这首歌就听到这里面。其实关于陈立农在这首歌曲里面跟薛之间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是在于他们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我本身对这首歌曲，就是表明那个我本身对这首歌曲描述的状态，我会比较喜欢薛之谦。倒也不是因为他们歌曲的差异，表现的差异，而是这首歌曲可能对于有更痛苦的感觉来得更加的扎心。那陈立农除了成熟之外，他把这首歌更加唱为是一种像一个成熟男人的回忆。有些时候我们回忆的时候，他会比较释怀，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的痛苦，而是说以另外一个角度来阐述这首歌。其实我看到，有人在评价说陈立农唱这首歌曲更像是温暖版的，我觉得更像是回忆版的。很多事情过往了，我们就会释怀。那薛之谦唱这首歌，那就是另外一个味道，就是正当经历当中还没有放下。那我自己觉得陈立农在这个地方能够表现得这么的优秀，而且在低音的部分，他跟没有了完全不一样。
他将他能咬的字跟能有力量的字都提高了清晰度，唱出来。那在我们的发声的角度里面，这就是很重要。第一，你必须发声那个方式方法很正确，这其一。其二，你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在你弱的部分增加。如果你一旦发现，比如说之前他在他的专辑里面，他不需要去想这个问题，因为他的歌曲都是按照他擅长的音域来。反倒因为这个节目增加了他的能力，他意识到说我需要去 cover 和 handle 那个低音的部分，那么他就在这几期节目里面进行了调整啊。我觉得我所推论的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在没有里面他的那些歌词低音咬字的部分，他的力量是欠缺的。可是到了足够这首歌曲里面，他在低音部分他用了切断的方法，并且将那个字能丢的以辅音的方式把它给丢出来。那他在低音部分就强了很多啊，当然还没有到那么有力量，但是强了很多，而且结构更紧凑，在咬字上更紧凑，使得他在一些不擅长的那个音区的地方，反倒用了一些成熟男性那种叹气的感觉啊，就这样出来。那么他整首歌曲就变得很完整，而且从主歌到副歌，中高音到他中高音擅长的区域，他开始那种制造了一种画面感，就是那种释怀跟回忆的感觉。那我就觉得他非常的棒。那我也很期待他在后面的歌曲里面能不能够再提升他的技术了。那我在这里就会跟大家讲，那后面我就会关注他，而且多评论陈立农的歌吧。其实那个黄子弘凡，我也有注意他在最近唱的歌曲里面也开始有一些调整。那么我们有机会也一起评论一下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的简短。那也请你们能够关注我，为我点赞啊！记得去另外一个频道把它给看了，好吗？去看一下其他歌手的节目。OK， 拜。